大家好，我是开源之道老王。今天呢，就为大家来细细讲一讲一个 ERP 项目应该如何去比较准确的去做一个预算。那么上一期呢，我们也大致讲了一下 ERP 里面的3大预算组成。第一就是软件的费用，第二就是实施服务团队的费用，第三就是内部的额外人力资源的成本。那么首先我们讲一下软件的费用，这一项呢是上下限离得最开的一个项目。那么基本上从免费的到几百万级别的 ERP 的软件都是在市面上面非常常见啊。我们从最便宜的开始说起，比如说免费的话，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 Odoo 或者是 OpenBravo 等等，由开源社区开始发展出来的一些商业化的免费开源软件。那么其次是现在慢慢开始流行的 SaaS 类的一些 ERP 的软件。那么这种软件呢，一般是以月费或者年费的形式是以一种开销的方式去收费的。比如金蝶有 K3 Cloud 那个 Oracle 旗下有 NetSuite 还有 Odoo 也有自己的 Odoo Online 版本等等。当然最后就是传统的 ERP 厂商，比这些呢一般都是从几十万开始，一直到几百万都不等。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去大致了解它的费用。但总体而言呢，在现在互联网的时代，一个 ERP 软件的费用，它的上限和它的下限是可以天差地别。那么第二项呢，就是我们的实施服务的费用。那这一项呢，相对而言呢是比较容易评估的，主要取决于公司的需求的范围大小。最主要的是呢，就是要多找几家公司一起去做这个横向的对比，比如说相同一个功能、相同一个培训，大家的收费以及花的时间是否都一样。那比较一下每一项的单价以及最后的总价。总的来说呢，光从价格的方面是比较容易选择出一个最合理的那一家。但是呢，这一项里面最难的就是这家服务公司的水平如何了。那么这个评估工作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如果说公司的内部并没有一些非常资深的或者非常有经验的曾经做过 ERP 的员工或者专家，那么我们的建议是，您可以从您的 ERP 整体预算里面拿出非常小的一部分，去请第三方或者说请一些咨询顾问来帮您去做一下这个服务厂商的水平的评估。那么这样子评估，一般我们就让他们做一下需求的调研搭一些原型做一些基本的培训那么这些都是通过一些真枪实弹的任务去评估这一家公司它到底是不是有这个能力来为您服务。那么最后一项就是我们上一期里面讲到的自己公司内部的额外的人力成本支出了。那这一块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上一个视频，那么来合理评估一下自己的内部是否有这样子的人员以及资源。如果不够的话，是要考虑一下是否需要进行一些临时的补充或者长期的补充。那么最后，为了感谢看片子看到这么后面的小伙伴们我们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一般建议客户如何去评估自己这个 ERP 的预算金额大概是要多少。那么第一点呢，首先软件费用和实施费用之间呢，基本上是一个2八开，也就是说软件去购买这个软件的成本不应该超过你整体预算的20%，而应该预留绝大部分的资金去买更多的服务，更高质量的服务，这样子您的 ERP 项目才可能容易成功。当然，在现今的社会里面，一些开源的软件或者 SaaS 类型的软件已经把这个软件费用的门槛降得更加低了。那么第二种评估的方式呢，是更加直接粗暴一点，那么就是根据您的总系统用户数，并不是您所有的员工数。比如说您公司有1000个人，但是可能您用系统就100个人。那么我们在国内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说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您的系统用户数乘以1万块钱作为您公司的 ERP 的一个总预算。那么用这种方式去算，实际上您平摊下来，如果说一个 ERP 能够让您使用5年，这已经非常少的一个年数了。那么实际上你平摊下来，每一个系统用户每一个月在这个系统上面的成本也就是几百块钱，但是成功的上线了一个 ERP 系统，为公司带来的效益以及效率是远远超过这几百块钱的投入。那么最后希望以上提的2个小贴士能够帮您比较容易的大致预估出来自己公司需要多少钱去上 ERP， 以及如何去选择我资金的分配。最后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资讯。